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们继续聊第一集。上一季头戴达斯维德头盔、手持光剑不凡登场的李义俊，本季也不失众望，变身黑衣人出场。那在幕后片段中，剧本围读会那天，大家见到长高了很多的雨珠，惊喜不已，打趣说要和第一季衔接不上了。那我其实也蛮好奇他们会怎么解释。那剧组对这一小意外选择了正面突破，黑衣人李义俊拿起电筒笔抹去了阿姨还有我们的记忆。这一波操作机智又不失风趣，真的是神来之笔。剧中还有一处彰显剧组幽默的地方，就是俊婉对宋和说，车内连接手机和音响的技术叫蓝牙，而这正是机智的录音生活中郑敬浩死活都答不出来，让他陷入绝望的词语。那我们继续回到剧中来，义俊骑车上班的路上，在公园遇到了突发脑中风的患者。剧中对于患者病发时的症状、义俊采取的救护措施，以及最后搭乘救护车送往医院的过程描述的颇为详尽。那这可能是为了给观众提供健康医疗知识，因为脑中风是韩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，它包括脑部缺血性损伤，比如脑梗塞，以及出血性损伤、脑溢血。由于极高的病死率与致残率，对于脑中风患者来说呢，及时抢救尤其重要。甚至有报告指出，每节省1分钟就能救活200万个脑细胞。那剧中这位患者发病是在1月份的某个早上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。寒冷的冬天和冬春交际时节正是脑中风最高发的季节，而凌晨和清晨是该病最高发的时段。那剧中义俊对脑中风患者采取的急救措施可以说是教科书式示范了。对于脑中风患者的急救，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如果看到周围有人无力地倒在地上，要先叫救护车，因为一般脑中风发病是在凌晨或早晨，加上患者可能伴随言语含糊不清或意识模糊的情况，路人有可能误以为是醉酒者，随即呼叫警察或消防员，耽误治疗时间。其次，对于脑中风患者，绝对不能摇晃或垫高头部，要保持气道通畅。如有呕吐，需将脸朝向一侧将其吐出，而且绝不能让患者饮水。有些患者可能还会有痉挛或痫性发作，这时与其抓住患者身体抑制痉挛，不如把周围有危险的东西收拾好后，观察患者痉挛状态，并告诉医师。总结起来，首先当然是预防最重要，其次，如果遇到发病患者，就要记得 FAST 原则，迅速判断和采取措施。F 代表 face 面瘫， A 代表 arms 偏瘫， S 是 speech 语言障碍， T 是 time 也就是发现上述情况后要迅速进行救治。那这算是剧组继上一季乳腺癌知识科普之后，又一个懂了就有用的健康杂学知识第2弹啦。永远用不上当然是最好的，那我想剧组花很大篇幅在这个内容上，也许是希望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让它派上用场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那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呢？上一季开场是宋和急救触电患者，而这一季是义俊救护脑中风患者。还有第一季义俊第一次露脸是在急诊，是宋和发现的。到了这一季，宋和的出现是从李义俊的视角看到的。然而，义俊的表白还是被拒绝了。那说实话，我想大家应该也预想到了宋和这次会拒绝吧。因为仔细想想，如果接受了反而会稍显突兀，毕竟上一季义俊的感情叙事就很少，描述宋和内心的场面几乎没有，所以我认为拒绝一次也许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虽然话是这么讲，真正看到那个镜头时，可能是两人演技太好，演得太过真实。宋和讲话之前，我也跟着屏住了呼吸，听他讲完后，好像我自己被拒绝了一样，十分心痛。为了不让两人的关系尴尬，宋和还给了义俊台阶下，笑着说以后不要跟我咨询这类问题，把这场表白删掉了，他们变成了表白又没有表白的关系。
虽然这一天超级情商李翊俊也表情管理失败，露出满脸的伤心，但我想他今后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和宋和有说有笑，还会一起吃饭喝咖啡，在不让宋和感到负担的情况下慢慢推进。也许40岁的爱情就是这样吧，从20岁又过了20年，在这期间说不定与不少人擦肩而过，20岁初恋只是记忆中的一段时光，而且他们已不再是相信一见钟情的年龄，也不会因感情受到的挫折破坏日常生活。导演说他尤其希望在他的剧中，像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可以显得更加专业，不希望他们的感情生活进入到每天都要面对患者的职场中来。所以如果只追逐感情线，会感觉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似乎交代得不太清楚，这也许是上一季没怎么讲述宋和感情的原因。那导演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上一季宋和也没有理由需要表露自己的内心，因为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也不是所有人每天都在准备迎接爱情。而且由于从之前恋情中受到伤害等原因，他也没有心思去想我到底在喜欢谁。那第一季最后出现了契机，所以这一季会对宋和的感情给出更具体的交代。尽管剧中还没有透露宋和的内心，但我觉得他对翊俊多少是有些动心的。这一场面中，宋和身后的心由清晰变模糊，仿佛在暗示他刻意掩盖自己的心。还有送翊俊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频繁踩刹车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他喜欢和愉快的翊俊一起吃饭喝咖啡，也会在翊俊开玩笑时不由自主地笑开花。他发现不经意间两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他们关系的发展就像行驶在下坡路上的汽车，越开越快。他也许是感到混乱，又或者是想减缓感情发展的速度，所以连续踩刹车。但我们知道，下坡行驶的汽车除非一直踩着刹车不放，总是会开下去的。还有他在停车场为回答翊俊的问题烦恼时，镜头是晃动的，可能表现了内心的矛盾。然后和翊俊的几次通话中，一直坚持一定要在翊俊研究室见面，我觉得是侧面反映了他的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斗争。当然，现在翊俊和宋和心中的感情不是20年前初恋的延续，而是一段全新的感情。他的人物介绍中说，20岁之后没有谈过太走心的恋爱，因此也没有什么让他遗憾的分手。我们看到他和上一任男友分手，也是表现得相当洒脱。可能是因为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，也许他每开始一段恋情，就会不自觉地准备着终结。所以这次翊俊表白时，也习惯性地想到了最后，看到了如果走到那个结局时，连朋友都做不到的彼此。所以他选择自己可以保持理性的工作场所，同时也是既私密又公开的地方，翊俊的研究室。那经过许久的苦恼，尽可能机智理性地拒绝翊俊后，宋和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走在那条走廊和停车场的呢？他会努力地微笑着安慰自己做的是正确选择吗？还是会因些许动摇泛起苦涩的笑容呢？那我觉得如果他俩走到一起，说不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面，就像在冬天的急诊室门前走来走去干着急的郑源那段。那结合着翊俊和宋和新增的人物介绍来看，两人都拥有别人眼中完美的不能更完美的人设，但看起来从来不会有心事的笑容和坚强的外壳背后，原来有着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伤口。那到目前，翊俊发现了治愈伤口的方法是和宋和一起听雨、吃饭、喝咖啡。那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宋和发觉原来自己也会从翊俊那里得到治愈呢？那再来大胆猜测一下，说不定到了那时候，宋和会反过来通过咨询烦恼的方式向翊俊表白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答案可能隐藏在下面这条奔驰植入性广告中。99级小伙伴们以惊人的肺活量发出热烈欢呼，欢迎喜提新车的宋和。在车上他说，这是我自己出钱买的。旁边翊俊回答说，车子当然要自己出钱买，谁还会买给你啊？那看到这个场面，我也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一点生硬。然后我看到了一位网友的解释，感觉一切都说得通了。
他说，第一季是以义俊领悟并表达自己的感情结束，所以现在轮到宋河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去行动。他的这句话意味着他要自己主导自己的感情。那我们回顾申导演和李编剧以往的作品，确实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就是女主都是独立自主的性格，而且请回答系列中贯穿全剧的找老公，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解释，也是女主如何意识到自己的感情，并做出怎样的选择。比如请回答1994中，纳静面对戚风炙热的爱，从头到尾义无反顾地追求拉吉格。然后请回答1988中，宝拉就无需赘述，德善受东龙的开导，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再到本剧的宋河，他虽然在5个人中身材最娇小，但开的车最大，而且还是99级小伙伴们的精神领袖。当然他开大车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喜欢露营，但我觉得也为了表现出他独立坚强大方的性格。他的人物介绍中也写到，作为神经外科唯一的女教授，为了不听别人说，你看女人就是这样，这么多年她都坚持了下来。所以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等待宋河的决定吧。那根据种种迹象，我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是正面的。在义俊的客厅，我看到了2套彩虹玩具。1988中就出现过宝拉和善宇一起走在彩虹下的画面，觉得这个有点牵强。那再来一个，这一画面找到亮点了吗？对，这张紫色海报中有颗黄色的心，那紫色代表的是宝拉被你洗脑了。深海车宋河对，紫色代表宝拉，也代表深海彻，但在本剧中，紫色代表宋河，然后黄色在本剧中是雨珠的颜色，也是义俊的颜色。那大家记得上一季99年的宋河表现出对义俊的喜爱时，他穿的就是紫色卫衣，里面搭了黄色衬衫吗？所以我觉得这张海报暗示的是宋河心中还是喜欢义俊的。还有很明显的一个，我想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他俩一起开过隧道时，里面开着一片片彩虹灯，所以我觉得他俩的问题不是成不成，而是什么时候成。那这个我们也预测过了，一生俊晚在春天，冬天正圆在冬季，宋河的爱情可能在晴朗的夏天开花，米河的感情也许在美丽的秋天结果。那上一季我们答对一个，看看我们这一季能不能把剩余的答对吧。好的，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